我们对整体的理解更完整的话，我们就能够接受能够包容，然后就能够去分享我们的长处，然后别人的长处我们就可以去学习去吸收，这样我们就会进步嘛，就会成长嘛。那如果我们步步都要赢人家，然后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想办法要压倒他，压不倒的话，就有些人就更严重的会产生那种破坏、伤害的那种方式。那你这样学，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窄？我们心胸越来越窄的时候，就不是佛法的，佛法学佛应该有的一种心理了因为越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路越窄的话，你的烦恼越多。表面上看起来你很强，可是呢，你的心反而很脆弱。我们讲到很多那种我们很绷紧，然后很多障碍、很多问题，甚至很多精神上的这些问题的人，其实有一些部分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因为一直要赢人家，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别人也可以比你好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心里就产生了很危险的一种态度，然后会伤害。那如果你不敢去伤害他，这种心理呢，就伤害你自己伤害他，其实也会伤害到自己。可是你在伤害他的时候呢，你造成的某一些破坏，可能就导致更严重的这个后果。那如果你不敢去做这个事情，他倒过来就伤害你自己。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出现了很多心理的障碍。我们看到那些比如说忧郁的忧郁就一直往内不断的伤害自己了，一定是有这种心态的。然后有一些就躁郁，它很显露出来，然后那种伤害性很强，对外在的这种伤害力很强都是我们的心态来的。当我们心里没有调好，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那就我们一般人会有这个状态，我们有些学佛的人也会就是因为你学习佛法，佛法对你来讲不是一种疏解你的压力的，佛法对你来讲不是让你增长这个智慧的，反而佛法让你增长你的慢心那么增加你的这种自卑感，然后增加了你的分别心，然后要去跟人家争胜那如果是我们发现到自己有这种心理的话，我们要赶快改，不然的话后患无穷，后面下来的问题就更多我们就知道更多的那些后遗症。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所以智者大师呢，他就很有善巧，很有智慧的让我们在学佛的道路上，我们学习的时候会发现到说，哇，原来佛法是那么圆融的，然后佛法呢其实是包含那么广、那么深的这些内容，然后我们所能够学的不一定是完整的如果你能够全部根据这个智者大师的思想来学习，然后很完整的学，你也是一代宗师的嘛。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天台宗还学不完的。你不要看说智者大师就讲了那几部重要的这个著作，供你读的了。历代的祖师要那么完整的学也不容易，但是他基本的架构在那边。如果我们有机会学习到他的这个宗派的这些思想的体系，我们就看到哇，智者大师在这个建构这个整体的这个体系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把它
讲得那么好所以我们在学习上呢，就能够依作这样的一个内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全部，但是至少说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本身所能够学到的、所擅长的那个部分，在佛法里面它有一定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努力的继续学，学得更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更广，另外一方面可以更深这样子的学习，那就很好。因为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心胸打开，所以他对这个智者大师对我们汉传佛教中国的汉传佛教的贡献非常的大，那也是我们这个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创这个宗派的创立这个宗派，所以人家有时候也称这个智者大师为东土，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嘛，印度是中国的西部嘛，所以中国就是印度的东土了，东土小释迦，对他非常的推崇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贡献，一个是教，一个是观。所以天台宗的体系呢，我们叫教观双美两个都是最好的，都是很好的。那么在观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天台止观，天台止观呢，其实这个系统呢非常的完整。很多人以为说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禅修不完整，这个是完全是一个误解而且呢是一个很偏差的一个错觉。因为呢我们现在每次讲到这个禅的时候，我们都停留在这个禅宗的禅宗的禅法或者禅宗，在中国佛教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中国佛教呢跟也就是说印度佛教它的智慧传到中国，然后中国原本有的这个高度的文明跟高度的这个智慧，在吸收印度的这个佛教的智慧了以后呢，融合起来，然后再往上推到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那么禅宗或者是中国佛教里面的宗派跟这个禅宗，它就是这样子出现的。但是禅宗它有一段时间，它就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能用太商业化的说法叫垄断，现在很商业化的叫垄断，对不对？不过呢，有一段时间禅宗很兴旺，因为它的方法很好当然很多人以为很简单，其实呢简单我们也不能说是一个错觉，而是因为它的这个简呢，它是在所谓繁的基础上，所以它是化繁为简，所以它这个简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很容易的不是，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繁的一个学习，然后转化它那么它才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在传承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人他没有把这个传承学好，他只看到简的部分，没有理解到这个繁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基础，那么到最后你就看不到它的系统了。那么这个也是现代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追溯它的源头，我们就无尽了。因为禅法呢，它已经化为简了。那么这个简呢，它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失去了这个繁的基础，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个部分，或者我们只学到这个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完整了。那么我们以这个不完整的这种
状况，然后来提出一个不正确的这个观念跟角度，那么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如果是我们从整体的汉传佛教来看，然后从智者大师建立的这个天台宗，在天台宗里面，在理论上还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在禅修方面还有一个很完整的、有次第的这个禅修的系统。那如果我们追溯的时候，发觉到这个部分的话，了解到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说，后期的这个禅宗的出现，它是有连贯性的，它是有这个基础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误解了，进入了误区。所以现代有一些人在学习这些禅法的时候呢，就失去了这个完整的这个认知所以就认为说汉传佛教没有体系现在很多这个本来这个说法已经过期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他就认为说，可能别的系统的可能会比较有这个完整的体系。其实真正有完整体系的是天台宗。天台宗它最简单的一步的这个跟止观有关系的，我们叫小止观小止观现在是我们很常用的小止观里面呢，它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虽然短不是很多，就一卷它的文字不是很多，但是里面包含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不过它有一些部分呢，它会比较简化那如果这些部分呢，我们回到智者大师另外一部著作呢，叫做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我们就看到它的很细微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原来真正有系统的不只是教理上有系统，就止观法门或者是禅修方法，它不只是有技巧，它也要有理论建设的它讲的理论呢，跟禅修有关系的理论也完整，然后它的方法也完整。我们知道说，智者大师开始呢，他对大智度论很重视。那么大智度论呢，是龙树菩萨一部很重要的论点。我们只知道龙树菩萨是中观重要的这个祖师他提倡这个中观，讲这个空。那么他有一部论呢叫中论分析这个空呢，分析到非常的透彻所以我们的英顺导师就认为，我们要解释这个缘起，解释这个般若，然后能够解释到很完整、很透彻很接近这个缘起的本意的，那么就是这个中论、中观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哇，这部论呢其实是很难懂的。我们不要以为说空哇，就空就这么容易。其实是越简单的这个空呢，是越难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复杂了像我们大人呢，很难理解小朋友要的东西。那小朋友很简单哭，我们用尽办法要叫他不要哭，他还是哭，最后发现他就是要吃东西而已那我们就想象很多他有这个情绪什么什么的哪有那么多情绪？我觉得肚子饿了所以说有时候大人对孩子没有办法，那他们简单，一般的太复杂，想太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这样我们心里或者我们
身心方面都很复杂的，尤其我们的知识更复杂了。然后一下子要让你知道，那么简单的，你反而变成是障碍，你的复杂的那种认知是障碍。所以龙树菩萨在教导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说，你一定要不断的破人家提什么理论，你都会破到最后你没有得破了那正就显出来了。哇，这个我们就想很难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喜欢加，你这个理论讲得不好，我讲一个理论讲得比你好龙树菩萨不是你这个理论我就破掉，这个理论再好这个破掉所以这个是一种他辩论的一种方式这个很不容易的。然后他另外一部著作呢，很重要的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呢，讲的就是菩萨的广行他借用这个《般若经》来注解，然后来讲解这个佛法。他基本上是把当时，因为他是初期大乘佛教嘛，所以把当时呢见到的各个系统的佛法理论全部都把它收容在那边。然后呢，当时大乘佛教出现的时候，讲了很多大乘的行为他就全部把它归纳在那边，然后就讲这样的一部论。那么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讲这个六波罗蜜的。六波罗蜜里面有一个禅波罗蜜。